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被人误会的经验呢？你是否曾经为此耿耿于怀呢？有一样东西对大家非常的重要，这东西会影响很多人这辈子不能成功，不能拥有财富，不能拥有完美的两性关系，最糟糕的是不能拥有健康。这东西就是情绪。毫不夸张的讲，大部分人的人生之所以长期处于低潮，他们之所以过着碌碌无为的日子，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刻意的去研究情绪这东西。你也是这种人对吗？其实很多时候古人已经把一些改变我们命运的关键核心留存下来给我们了，我们也听过，但因为当时的不懂，就把这些珍贵的思想当作是废话，把它们抛之脑后。我小时候读书就知道《论语》，还记得那时候背诵过一句话，叫做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当时的我非常不理解这句话，我甚至一度觉得这句话是在骗人。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啊，有一个同学跑过来打我，想要欺负我，想要装老大。那时候我学过点咏春，在他打了我几下之后，我忍不住了，我轻轻地把他推倒了，然后他就哭了，说我打他。这下好了，这人的父母来找我的父母，说我打他的儿子，我的父母就当着他和他的家长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我当时就很生气，因为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那个小孩子打我，我才是受害者。我先被这个小孩打了几下，然后是被自己的家长打，我受的委屈全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事情的经过。10几年过去了，他们都以为是我的错，而实际上我根本没做错什么，我能不生气吗？怎么可能人不知而不愠呢？还要当君子？君子既然这么受委屈，我才不要当什么君子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每次上课读《论语》的时候，我都把这当成是废话来听。老师越讲解，我就越生气，这不在骗笨蛋吗？这件事让我很长的时间都耿耿于怀。我当时甚至因为这件事还有点记恨我的父母，所以我的成长一直都很叛逆。直到后来大学的时候，我想要摆脱贫穷，我开始研究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家，还有古代的伟人。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很多都是儒商，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牛人，他们都是儒家思想的追随者，而且他们都很喜欢看《论语》。我就很纳闷了，为什么这本当时被我认为是废话的《论语》会受到那么多我尊敬的人去追捧呢？于是我把《论语》很认真的看了一遍。我读的时候，里面的文言文并没有对我造成很大的困难，因为虽然我年幼时不喜欢《论语》，但我还是很认真的听课去考试，长期被这些老师洗脑下，很多的文字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有心的去读《论语》时，会越读越着迷。当我把这看完一遍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讲，我感觉自己提升了几个层次。当我走在大学图书馆的路上时，我会感觉身边的所有人都是笨蛋，我充满了自信。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这可能就是我第一次开悟的状态，就真的有一种朝闻道夕死可以的感觉。我开始领悟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深层意义。我的人生就在那一刻开始改变了，从此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在我看来都变成了小事了。今天这部影片，我想要把我一些感悟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不知道我的言语能否把我在《论语》当中关于不愠哲学的觉悟传达给大家，但我敢保证，只要大家听到最后，并且把这听懂，你们的人生将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改变，真的是这样的。但开始之前，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资本家、有钱人的。如果你想免费的获得这方面的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用，也希望大家可以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吧。首先，不愠的哲学告诉我们第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们碰见了笨蛋，千万不要跟他们硬碰硬。人走在路上，不可避免要碰上墙，因为有时候墙是活的。大家有听过韩信的故事吗？当时的韩信就撞上了一面墙，一位杀猪的堵住了韩信。他为了羞辱韩信，就提出了一个要求韩信从他的裤裆钻过去。那时的韩信穷困潦倒，穿着麻布衣服，吃饭基本靠撑，唯一能让他挺起腰杆走路的就是他有把剑，剑是士的标志，就像马车是士大夫的标志，就好像 iPhone 曾经是中产的标配。韩信有一把剑挂在腰上，寻找着士的感觉，却没有士的钱包，很丢人。当时的那个屠夫就拦住了他，说：我看你长得高高大大的，又拿着把剑，挺得瑟啊，但我看你是个胆小鬼，有本事你拿出剑刺我，不敢的话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其实不止韩信遇过这样的挑战，过了1000年，有一个叫郭威的人也被一个屠夫堵住，屠夫拉开了衣服，露出了脂肪储备的肚皮，有本事你就捅一刀。当时的郭威真的拿起杀猪刀，然后一刀捅死了杀猪的。所以当自己是笨蛋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刺激另一个笨蛋。韩信却选择了弯腰，他从屠夫的胯下爬过，然后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在众人的嘲笑声中走了，一路走远。但这个集市再次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成了刘邦的将军，西汉的齐王。而那个郭威被抓了起来，打进了死牢。军头李继韬欣赏他，将他从牢里面释放了出来。数十年后，郭威成了后周的开国皇帝。不同的应对似乎没有影响他们的结局，但真的是如此吗？区别还是有的。区别是郭威把自己放到一个巨大的不确定上，这个不确定的风险太大了吧？如果不是碰上了百乐、李继韬，他可能早就已经被处死了。而韩信避免了在最无聊的事情上把自己置身于最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有平行世界，我相信会有这样的场景：郭威会被砍死在菜市口，韩信有同样的版本，他刺死了屠夫，然后被抓住砍了脑袋。我用心良苦的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千万要记着，每一个选择都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要避免把最好的自己押给最不值的对象。很多年以后，韩信找到那个屠夫，屠夫提心吊胆了很久，结果韩信把他提为护军尉，还告诉他，当年我不是怕你，而是我没有道理去杀你。如果杀了你，我不会有今天的自己。我可以把我的命押给项羽，押给刘邦，甚至吕后，但我不会押给你。大家听懂了吗？这就是智慧，这就是格局，这就是君子为什么不孕的原因。我小时候的那个同学是因为无知，所以才打了我。我的父母也因为无知而打了我。我为什么要跟这些无知的人生气呢？我为什么要耿耿于怀这么多年呢？所以不要挥霍我们的愤怒。天下可以愤怒的东西有很多，社会的不公你不愤怒，你自己没钱你不愤怒，别人说你2句你就愤怒了。同样不要忽略每一个迎面而来的微笑。那么当韩信愿意从屠夫胯下钻过时，他靠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理智与心态。如果碰到墙，要过就是了。不要忘了你是有脑袋的，你是要孰轻孰重，不要跟笨蛋死磕。所以第二件事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我们做人没有必要生气。比如在公路上开车，有的人因为前面一个车挡住了自己的视线，就非常的生气，甚至愤怒了。开车去撞别人的也有，打架斗殴的也有。其实有可能别人根本不知道挡住了你的视线，这是第一层不知。而第二层不知就是别人不知道礼貌，就是挡住了你的视线，他依然我行我素，你看淡一点就行了。这人不懂礼貌，没有社会的常识，你不要跟他死磕，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只要没造成实际的损失就行。也就是我常说的，碰见不懂事的人，你不要去教育他，不要去跟他争吵，否则你就成了那个不懂事的人了。那么第三个层次，如果对方给你造成的损失，你也不要生气，不要晕，没什么好生气的，直接报警，让警察处理，让法律规则去赔偿你的损失。这3层，一层比一层高明。当然这里面还隐藏了一层，就是他给你造成了损失，你也不能找社会规则去处理。这种情况，这时候你就权衡利弊，
自由搏击。一般情况下，我推荐你选择隐忍。生气发怒只能说明你没有智慧或者没有能力，而且生气发怒运这种事情，首先伤害的就是你自己。就像我们的项羽兄弟，我推测他当年就是患了心理病，你知道吗？他和刘邦打仗一直赢，他这个人也很牛，那他就只是一场仗败给了刘邦，他就只是因为5000兵马被刘邦杀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然后就直接在乌江自杀了。但其实他本来还有100多万兵马，他的根基还在的，所以他只能当个西楚霸王，江山与他无缘了。这人真的很牛啊，不能输的，只要你能赢我一场，我就直接自杀，把江山送你。很多人觉得他有点傻，对吗？那我们看看现在很多的明星、艺人，还有我们很多的 YouTuber 在网上分享信息的时候，有些网民就会骂我们，他们可能断章取义的骂你，还会人身攻击。那如果我们选择跟着他们对骂，后果就是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惹得自己不高兴，还有可能这些网民没事做，就天天找我们麻烦，影响了我们的情绪，让我们的思考出现问题，甚至导致了我们私人的事也做不好了。很多的公众人物就是看不懂这点，所以他们就被一小部分的人打击了他们的自信，然后他们之后的工作质量也受到了影响，自己也一直被困在一个负能量的环境，无法自拔，甚至有的还因此而轻生了。其实我非常的痛心的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其实我们都有学过《论语》，也知道怎么去翻译这个文言文，但是这些文字背后的意思我们却不懂。我们学《论语》只为了考试，像我读书的时候，我语文能考很高的分数，是因为我能勤奋的去背诵一些句子，但这分数却不能代表我懂语文背后的深意，就是因为我们不懂，我们却以为不重要，就不去理解，不去研究了。当遇到事的时候，我们只能凭直觉和经验去处理事情，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没有一个被前人验证过的系统。就好像公众人物被网民攻击，其实韩信就告诉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跟这些网民生气，他们可能现实中就是一个被打压的人，而他们骂你只是情绪释放的一种。有些人却因为这些网民牺牲了性命，其实你只要被他们骂就好了，他们越骂你，你的善德就越来越高，因为你是在帮助这些人去治疗他们长期被打压的情绪病和心理病。记着，这些人的攻击其实是为了成就你这个人。就像佛祖，相信佛祖的人很多，但骂佛祖不相信佛祖的人却更多。但佛祖会感到生气吗？他依然在普度众生啊。其实耶稣也一样，所有的宗教领袖也一样，他们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不孕，他们不会和无知的人计较，他们甚至还希望大家宽恕这些无知的人，这是最高的境界，真的很牛。我也在修行的路上，我也还没做到，但我的座右铭一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以当时我告诉我的团队，要怎么才能做到一个成功的 YouTube 频道呢？就是当有人骂我们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已经迈向成功的路上了，因为我们受到了关注，所以成功的人，成功的企业家都一定会被很多人骂的，就连你去打工，你也会被你的老板骂，被客户骂，因为骂你的人少，所以你的收入也少，你只能靠骂你的人给你付薪水。所以我才推荐很多想要白手起家，想要出来创业的兄弟姐妹们，在 YouTube 这个平台创业。你只要学会制作好的内容，你就根本不用怕别人是喜欢你还是骂你，因为他们只要看你的影片，你就有流量。当你有流量，你就不怕赚不到钱，而且这基本上没有什么金钱成本，你赚的每一个1万块都是纯利。最重要的是没有地区和语言的局限性，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工作，甚至在旅行的时候也会为你带来被动收入。所以我很推荐每个想要摆脱无限轮回生活的人，先从自媒体开始创业。那该怎么获得流量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当初就参加了小船的 YouTube 金牌运营课程。这个课程的门槛并不高，但却可以获得小船经营 YouTube 的秘密，所以我很推荐每个人参加。基本上小船的课程就解决了大部分关于 YouTube 操作上的问题，有不懂的也可以在小船的 Facebook 群组发
发问，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得到很多成功 YouTuber 的解答。我能把这个课程推荐给大家，是因为我本人也参加过。如果你们想要摆脱打工的日子，想要给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大家可以先点进去我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免费的网络研讨会，大家可以先试听一下。我建议大家，如果现在报名参加的话，可以用到链接里我为大家争取的最优惠价格，能节省不少钱呢。所以我们每个想要成功的人都要学韩星一样，经得起被人羞辱，经得起被别人骂，习惯不为此而生气，沉默是金，不要与其对话，隐忍即可。特殊情况下，实在是特殊，才权衡利弊，自由搏击。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很多事情并不值得我们大动干戈。孔夫子并不是教你软弱，有些人理解错了，说什么别人侮辱你老婆，打你父母，你也不孕吗？这些人的理解能力有限，智慧有限，理解不了更高明的第三层，只是盲斗。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欣赏刘邦的原因。当时的项羽就找刘邦单挑，他说：“天下汹汹，速遂者，徒以无良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此雄。吾图苦，天下治民，父子为也。”当时的刘邦笑着说：“吾宁斗智，不斗力。”大家看见了吗？项羽明显更加意气用事，而刘邦更加智慧，站在了第三层智慧之上。人生搏击当中，谁更容易晕，谁就更容易失败。人不知而不愠，我们才是君子。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不知道很正常，就如同你也有很多不知道，是别人知道的。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擅长的点也不一样。你管理一个员工，你布置了一个任务给他，你以为他应该知道怎么做，但实际上他不会做，把事情给搞砸了，你就非常生气。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其实你不应该生气，你应该反思的是，他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你还让他干？员工不合格，本质上是你不合格。同理，你找的老婆你不满意，本质是你自己无能，没什么好生气的。又比如你对你儿子的不满意，本质其实也是你这个做父母的没有教好，没有做好表率，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君子务本，本立道生。做人首先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其实人家知不知道，我们根本不应该去管，也管不了，更别说生气了。最重要的是管好自己的本分。好了，第三件事，我们除了要理解别人的不知道，我们更要理解别人不懂我们的懂。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能力有本事对别人好，别人不知道，你也要去理解。比如你对你儿子很好，教他做作业，教他走路小心车，他却反感你啰嗦，觉得你很烦。其实没有关系的，他迟早会懂的。就算他这一辈子不懂也没有关系，你认为你做的对就行了。再比如你为公司做了很多事情，当你公司的上司却充耳不闻，也是没有关系的。上司也有余味的，只要我们不断的做好事，做出来业绩，就算得不到提拔，但我们总是能锻炼自己的能力，长此以往，社会会回报我们的。这就如同股票的价值投资者一样，他们的思维是，只要这个公司是有价值的，就算一时半会他们买的股票不涨，但长期来说总是会涨上去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虽然人和了，但没有天时地利，你就耐心的等待，不需要生气。运其实是一种怨气，总是在别人身上找问题的人才会有运这个毛病，长此以往就会出现怨天尤人的心理。这种心理当然是人见人恨，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疾病。这《论语》读懂是真的能治疗很多心理疾病的，不是虚言。我在之前说过关于能量的影片，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能量构成的。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能量比较低；病人之所以病，也是因为能量比较低。那富人之所以富，因为他是高频的能量；之所以健康，也是因为他是高频的能量。那能量跟什么有关系呢？
其实能量跟情绪有关。我们把全世界所有的能量分成了2种，一种叫正能量，一种叫负能量。当一个人的负能量太多的时候，当你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衍生出很多的疾病，心理病和生理病。就像上面所举的项羽乌江自杀的例子一样，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和他一样，就是一刹那的负能量让我们连死的念头都有了。当我们处在负能量的心境下，你就会感到自责、懊悔、痛苦等等的情绪，你就会感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希望了。而墨菲定律和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你越害怕什么，你就会越吸引到什么。所以我之前也提到，我们要想办法提升我们的能量，因为提升能量以后，你的人生就会完全发生了改变。而这个办法就是《论语》告诉我们的不运，去控制我们的情绪。其实我们的能量是和情绪有关的，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人类调节能量的那个遥控器。所以情绪管理是所有灵修、宗教等等所有跟信仰有关的人都在修炼的东西。当我们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这辈子都能混得不差。如果你能控制你的情绪，你的两性关系、你的财富、你的健康都会越来越好。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不健康啊？我问你，经常活在愤怒情绪下的人，经常爱发火的人，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好呢？经常活在痛苦与抱怨的人，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好呢？身体不好，财富也不会好，两性关系也不会好。没有一个人喜欢负面的人，而且负面吸收更多的负面。那我们怎么才能获得正能量呢？那就是要提升我们的情绪，每天活在爱和喜悦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智慧的，我们每个人的智慧都是先天具足的，都是原本具足的。但当我们人类一旦有了情绪，就没有智慧，就会马上消失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我们在愤怒、纠结、痛苦的时候，当我们处在一个负能量的境遇的时候，你是失去理智的。可是当我们进入了喜悦、爱、和平的情绪的时候，我们的智慧瞬间就来了。有一句话叫做静能生慧，在你最安静的时候，你的智慧、你的灵感就会来了。我们的智慧和灵感，要不就是来自精心打坐的时候，要不就是来自夜深人静的时候，对吗？所以乔布斯、马斯克也很喜欢打坐冥想。那如何控制我们的情绪呢？其实不用控制，应该是要走在情绪的前面，要使用情绪。领袖就是跳出情绪，不为情绪所动，反而用情绪去动别人。情绪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工具。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什么造个情绪呢？就是因为有了七情六欲，这个游戏才好玩嘛。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游戏，就是一场体验。你不要认为自己是跟疾病在抗争，跟财富在抗争，跟两性关系、人际关系的抗争。其实人这辈子的游戏，最重要的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就是你和生命万物的关系，就是你和钱的关系，和财富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情绪。当你能够走在你情绪前面的时候，当你能够把情绪当成是一种工具的时候，情绪就可以为你所用，你就可以跳出情绪，你就会做到所谓的开悟觉醒。控制情绪的关键，就正如上面所说的，当我们不断找自己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不晕。因为不晕，也就是不埋怨别人了，那么你就开始成长成一个君子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别人不知道你不生气，你难道不是一个君子吗？当然呢，说很简单，但是练真的很难的，修更是非常非常的难。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和我一起，慢慢不断的提升。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